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你在冥想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一直想东想西呢？又或者是当冥想引导要你去观想一道光，从你的顶轮进入，或者是说从你的心轮去绽放的那个样子，你会不会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观想出这些画面，所以你怀疑你自己是不适合冥想？或者是自己哪里做错了？那另外呢，你会不会习惯在冥想一开始的时候就先下意图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一年里面，我最常被问到关于冥想的3个问题。但是请你们留意，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它并不是绝对的答案，它只是来自于我自己在过去真实的练习还有觉察到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因为冥想这件事情而感到很挫折，那么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够为你去松开那些你对自己的怀疑。首先，我想先聊聊几乎每一个开始练习冥想的人都会去遇到的问题，那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停止自己一直想东想西？我想这也许也是全世界最多人问的冥想问题。那很多人呢，会之所以感到很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冥想这件事情就是要放空自己的脑袋，最好脑袋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念头，那才叫做成功。可是我想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会要求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吗？我想不会嘛，因为心脏它本来的功能就是要跳动来维持我们这个肉身载体的运作。所以同样的，大脑它本来就会产生念头，它的工作本来就是思考，还要去考量到我们的安全。所以如果你坐下来冥想的前几分钟，你的脑袋会一直不自觉的想说，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小孩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那封信到底回了没有？家的瓦斯到底有没有关？那么恭喜你，你是非常正常的。而真正的冥想呢，并不是没有念头，而是当念头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那当念头走的时候，你也知道，但是你不会去跟着这些念头到处乱跑。你会从原本被这些念头绑架的人，慢慢的去成为那个看见念头的人。这整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冥想。而后来呢，我也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很多时候呢，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那一些念头的出现，而是我们拼命想要找很多的方法去消灭、去抑制这些念头的出现。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当你们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不要再想那一些念头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注意力反而更放在这些念头上面。所以呢，在某一个层面来说，它是一种分裂的频率。什么样的分裂呢？就是一个想要停止念头的我，正在和一个正在产生念头的我在进行打架或者是对抗。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些念头它并不是来捣乱我们冥想的，也许这些念头只是大脑创造出来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它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回那封信，不要忘记照顾孩子的需求，也不要忘记家里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去产生这些念头，其实这一些念头并不是敌人，它只是很尽责的在保护我们，协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去讨厌它，更不需要急着去赶走它。你或许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谢谢你提醒我，我知道你在保护我，但是呢，在这15分钟之内，我想要陪伴我自己。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们不再去对抗那些念头的时候，那些念头反而会因为安全感而慢慢的去淡出这个冥想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对抗念头的出现，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看着它出现，然后再静静的看着它离开。有点像是你坐在河边，然后看着河面上有一艘一艘的小船，就是去飘过。你不会每一艘小船飘过，你都要跳到那个船上，或者是你想要把那艘船推回去它原本出发的地方。你只需要知道，哦，这个小船来了，然后这艘小船又走了，然后你依然就是坐在这里看着这些船来来去去的人。通常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安静15分钟之后，内在会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比较清静的场域，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并不会去阻挡任何的念头出现。
但是同时呢，我也不会去执着任何的念头，因为真正的平静并不是说你的脑袋再也没有任何的声音，而是就算真的有声音出现，你仍然可以去安住在自己的中心。而我觉得这才是冥想真正要带领我们回到的地方。再来呢，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困扰很多人。如果你常常在引导冥想里面，可能会听到请观想一道白光，或者是请观想金色的光从宇宙进入到你的顶轮，或者是请观想你的心轮缓缓的去绽放。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听到这里，心里想的第一件事情却是：我到底要观想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啊，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呢，原本安住的状态瞬间就被打断了，开始进入到头脑的分析。他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自己的灵性不够？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到，就我自己看不到呢？又或者是我是不是没有冥想的天赋？是不是我的步骤哪里做错了？其实我想说的是，看不见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感知模式本来就是不同的。有一些人是视觉型，所以他可以真的看到画面，而有些人呢，他是属于感觉型的，他比较容易感觉到，例如说温度，或者是麻麻的飘飘的感觉。而有一些人呢是知晓型的，他既看不到画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他就是知道。那有一些人他是属于听觉型的，所以他比较容易可以去接受到像是文字啊、声音啊，或是突然浮出的某一句话。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看不到任何画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因为观想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你灵性的考试。所以宇宙呢，它也不会因为你真的画面比较少，或者是你看到的画质画素比较低，它就不回应你。你并不需要去变成别人的样子，你只需要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接收方式就可以了。而且我还想要分享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看不到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接收不到。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在三维世界真的太习惯用我没有看到啊这件事情来去证明某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存在的。但是其实呢，我们每天都在相信许多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的事情，比如来说 WiFi 我们看不到，对吗？然后重力、电磁波我们也都看不到，甚至爱这个能量我们也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它都真实的存在，对吗？所以如果当冥想引导的人他说请你观想一道白光从宇宙去灌注到你的顶轮，那不同感知模式的人呢，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冥想引导者所说的话。如果你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么你就轻轻的在心里说，我看见白光缓缓的流入，然后接着就安心的去跟随你的画面。如果你是属于感觉型的，那么也许你可能会去感受到，哦，我现在感觉到有一股温柔的支持正在靠近我，或者是我感觉到我的头顶好像比较放松，比较轻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继续跟随你所感受到的去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看不见，你也感觉不到的话，那也请你不要慌张，因为你仍然可以这样去回应。比如说，我允许这一道光正在发生，即使我现在感受不到。或者是你可以说，我愿意允许这份支持存在。或者你可以说，即使我没有其他的感觉，我依然愿意保持开放与好奇。你们要知道，允许这件事情在灵性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灵性的体验从来就不是靠证明来去存在的，而是靠允许。所以你并不需要去努力证明什么，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什么才表示我是灵性的，我是有天赋的。你也不需要逼迫自己，我一定要让自己有感觉，这才代表宇宙有在回应我。你只需要去允许你自己用你自己专属的方式来接收，允许你自己即使现在没有任何的体验，也依然值得被支持。还有允许你自己不要去跟任何人进行比较。你们知道吗？慢慢的，你自己就会开始去辨识出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接收方式。也许是画面，也许是感觉，也许是知晓，也许是声音。重要的并不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接收，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开始相信你自己。那当然，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练习你的观想能力的话，其实呢，这也是可以培养的。
也许呢，你可以去多看看那些引导词里面所描出的意象，比如来说，白光是什么样子啊？金色的光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星轮绽放的画面可能长什么样貌？那透过这一些具体的这种视觉暗示，其实你的大脑会慢慢去建立这些画面的资料库。所以久而久之呢，当冥想引导者还有再次说出这些引导语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容易去进入到那个画面里面。但是请留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在冥想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去看见那道光，而是你是不是愿意去敞开你自己。因为对我来说，观想不一定是看见这件事情，观想它更像是一种允许的能量。允许自己被支持，允许自己被爱，允许自己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跟宇宙相遇。那最后呢，也是今天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意图到底是什么时候下？因为很多人会以为，其实一开始冥想的时候就要赶快下意图，比如说，我这一次的冥想是我想要丰盛，我要找到答案，我要疗愈自己，我要连接我的高我。可是后来呢，我自己慢慢发现一件事情，真正容易跟宇宙对频的意图，从来就不是刚坐下来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冥想，其实我们的心还没有很安定，我们的身体甚至还很紧绷，脑袋还在高速运转，对吗？就好像你要打电话给宇宙，但是电话都还没有接通，你就已经开始滔滔不绝的在讲你自己的事情。请留意，现在我并不是说一开始冥想下意图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无关乎对错，而是我想要邀请大家去觉察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自己内在的讯号很杂很乱，或者是很模糊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宇宙听不见我们，而是我们比较难听见自己真正内在的声音，而且也很难去辨别宇宙回应给我们的讯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引导词里面，通常我都会先带大家呼吸，先专注的回到自己的吸跟吐之间，带大家回到身体，带大家慢慢的回到当下，直到去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说，请回到你的心之中心，因为真正的对频并不是从我们的头脑开始，而是从我们的心开始。那当我们安住于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惯性当中的那个想要控制或是想要抓取的这种欲望就会慢慢的松开。你也许会在那个没有抓取、没有控制的这种状态之下去观察到自己，即使没有马上得到答案，你也会觉得没有关系。即使只是安静的坐在这边，你也会感觉其实这样就很好，就够了。而通常呢，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下，才是最适合下意图的时刻。因为呢，在那个当下你所下的意图，将不是来自于你的焦虑，也不是来自于你的恐惧，也不是执着于某一个结果，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允许还有臣服，而不是说拜托宇宙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而是我愿意敞开我自己去接受更高善的指引，或是我愿意去看见下一步，即使答案呢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也愿意相信生命的安排。我想要的有很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后来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宇宙真正回应的从来就不只是你想要什么而已，更多的是你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频率。那最后我想要送每一位正在练习冥想的灵魂家人一些内心的话，如果在冥想的时候你一直想东想西，没有关系，你就让这些念头来，然后再让这些念头走，安静呢它就会自然的发生。如果今天你是完全观想不出来，那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去试着去允许所有的事情发生，然后全然的相信自己，也去相信那一股比自己更大的力量。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下意图，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真正的冥想其实并不是要我们要去追求。如果我们把冥想去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的同时，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偏离了我们纯粹的频率了，对吗？冥想带给我的体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混乱还有杂讯里面，你都可以重新的回到自己，而且呢，你每一次的回来都会比上一次还要再更深沉一点。
而冥想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是，现在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很嘈杂、很混乱，也很对立。所以当这一些杂乱的念头依然存在，生活当中依然也是存在着各种挑战，我依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很稳定的回到自己的中心。而就在这个瞬间，我突然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就是流动中的进行。所以对我来说，冥想并不仅止于是坐在垫子上面的那半小时或是1小时，而是在这个生活里，当你迷失的时候，你依然知道如何回到你自己。而当你从心之中心去种下一个意图的时候，宇宙听见的不是你的声音，它听见的是你的震动。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些冥想的困惑或者是困扰的话，欢迎你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也许你的分享会成为另外一个正在迷惘的灵魂继续冥想下去的力量。愿我们都能体验到练习冥想在背后带给我们最深的意义。那我是朵娜，我们下周见，拜拜。